好，又见面了，观众朋友，我是 Ryan。现在我人是位于 Malaysia Auto Show 2023，在这边真的是看到很多车商把他们的车子来展出啊，像是有很多的 EV 概念车啊，Toyota把他们的 Supra 还有他们的 Corolla GR 都拿出来展出了。但是只有两车比较吸引我的目光啦，那就是来自 Great Wall Motor 的 Harbour Julian 跟 Harbour H6。走，现在就带你们看一下这两即将在马来西亚上市的 SUV 吧 ，Let's go。OK， 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来自 Great Wall Motor 的 Harbour H6 跟 Harbour Julian， 这两台也是 Great Wall Motor Malaysia 即将要发布的两台 B 还有 C segment 的 SUV 啦。首先我们来看 Harbour Julian。Harbour Julian 的中文名字叫做初恋，但是它的外观设计并没有给我任何有初恋的感觉，反而让我想起我中学时候坐在我隔壁有一位体态非常圆润，然后时常霸气外露的女同学。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是说初恋的感觉，反而是站在隔壁穿着白色衣服的收割小姐姐是比较有初恋的感觉啦。言归正传，这辆 Harbour Julian 的外观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于是它的中网和它的头灯，它中网是采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开口设计，上面是加入了很多的 Chrome 的 accessories， 让你感觉到这辆车非常有 luxury 的感觉。然后它的头灯是采用了一个非常夸张的7字形设计，里面是有7字形的 daylight 加上 T 型的 daylight 做组合，整个看起来真的是战斗感满满。Harbour Julian 它的定位是一辆 B segment SUV 车型，它的同级对手就有 Honda 的 HR-V、Proton X50、Peugeot 2008等等。但是 Harbour Julian 的车身轴距是比起 Honda HR-V 还有 Proton X50 来的更加的长，是长了90到100个 mm。至于车的配置，可以看到这辆 Harbour Julian 的 rim 是采用了18寸的 rim， 然后它是采用了 dual tone color rim， 也就是 chrome 加上 piano black 双色 pink 的 design。但是这个 design 真的是看到有点咸了啦，因为最近的车大家都是出这样的 design。往头上看，可以看到这辆 Harbour Julian 的 side mirror 是有 camera 的，因为它是具备了360环景显示功能。再来 fender 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连着一个 HEV 的名牌。对，这辆 Harbour Julian 它是采用了 1.5 4缸自然吸气引擎，搭配了 hybrid 的动力配置。在这两个动力输出配合之下，这辆 Harbour Julian 它可以达到190 PS 的峰值马力跟375 Nm 的峰值扭力。再来可以看到这辆 Harbour Julian 它的车顶上面是有 roof rear 的，但是我不能确定这个 roof rear 是真的 roof rear 还是假的 roof rear。可是我用手敲一下啦，它给我的手感是那种金属的反馈感，因此我相信这是一个真的 roof rear。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车顶上面这个 Harbour Julian 它是有全景天窗的，因此在配置部分，这个 Harbour Julian 真的是不输一些日系车的配置啊。接下来来到车尾部分，可以看到这个 Harbour Julian 的车尾灯，它就没有用现在时下流行的贯穿式 LED 尾灯，它则是采用了分离式的 LED 尾灯，然后它的设计看起来就跟它的大灯一样，非常的有战斗感。打开尾盖，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了2支油压顶杆把这个尾盖顶起来的，上面是没有任何的 button， 因此这个 Harbour Julian 它是没有任何 power tailgate 的功能。不过话说回来呀，虽然讲这辆 Harbour Julian 它是一辆 B segment SUV 车型，可是目测它的尾箱容量是比起其他的 B segment SUV 来得更加的大啦。接下来就是万众最期待的时刻，就是开启这个 spare tire 的板。这辆 Harbour Julian 它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它是给了你补胎剂。意不意外？至于 Harbour Julian 的内饰是采用大面积的黑色加上奶茶色做混搭，但是这个 interior 的颜色我不太喜欢啊，因为奶色部分太难照顾了，容易肮脏。再来就是它的椅子的泡棉设定，按下去的感觉给我的手感真的是蛮 Q 弹的，而且它的皮革给我的手感真的是有点像是18岁少女的肌肤这样子啊，怪不得这辆车叫做初恋啊。可以看到这辆 Harbour Julian 的后座它是有冷气出风口，但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冷度调节。下面是有2个 USB 充电孔，可是是 2.0 的 USB 充电孔，拿来充电的话不懂充到几时啊。而至于它的乘坐体验来讲，这辆 Harbour Julian 它的椅子坐起来真的是非常弹性十足，跟我之前坐过的 Aura Good Cat 它的感觉是很接近，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它的椅背是只有一段式的倾斜角度，所以就没有办法调椅背把它调得很斜啦。当然它的椅背也是可以支援60分离倾倒的。而至于这个椅垫对于腿部的支撑，其实还算是很 OK 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再长一点的话是更加的好啦。至于前座的内饰，厂家更加没有偷工减料。虽然讲它的 dashboard 上面是采用大面积的 hard plastic， 可是在中间部分它是采用了软皮革加上仿木纹还有仿金属的饰条做混搭，给你有一种用料十足的感觉。再来可以看到中间是有一个悬浮式的音响主机，
这个音响主机目测它的尺寸大概是12.3寸呐，但是它有没有支援 Apple CarPlay 或者是 Android Auto 就不懂啊。可是这个悬浮式音响主机操控起来，它的手感算是蛮丝滑的，不会有那种 lag 的感觉。之前我是有试驾过 Great Wall Motor 的 Aura Good Cat 嘛，这个 Aura Good Cat 它是采用了圆形的换挡旋钮，至于这个 Harvard Julian 也是采用了圆形的换挡旋钮，但是两者之间是有一点不同的。当时我有说过，这个 Aura Good Cat 它的圆形换挡旋钮，它的段落感是没有这么明显，反而这个 Harvard Julian 它的圆形换挡旋钮在旋转的时候，它的段落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啊，这个就是这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再来右手边 Dashboard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洞在上面的，因为这个 Harvard Julian 它是具备了 HUD 的功能，也就是抬头显示的功能。至于这个 Harvard Julian 的 Steering， 我是觉得蛮不错的。首先它的手感算是 OK， 不会太粗也不会太细。然后它是有皮革包覆加上车缝线 ，Steering 上面它还有加入了香槟色的仿金属饰条，让它看起来有那种 luxury 的感觉，整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看啊！这个 Steering。好，这个 Harvard Julian 的介绍大概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Harvard Head 6又有些什么不同。Harvard Head 6它的定位是一辆 C-segment SUV， 它的同级对手就有 Honda 的 CR-V、Mazda CX-5、Proton S70、Toyota RAV4。它的车身轴距长度是来到了2738mm， 是比它的同级对手来得更加的长。至于这辆 Harvard Head 6它的外观设计，我是觉得看起来和 Harvard Julian 一样，采用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外观设计，但是却不像 Harvard Julian 这样张狂前卫。可以看到它的中网也是采用了倒梯形的开口设计，上面是有很多小小的 Chrome accessories， 让你觉得它是一辆非常有 luxury 氛围感的 SUV。可是这个 Chrome accessories 啊，我是觉得太多了 ，too much， 看起来是有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至于车侧部分，其实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了一个19寸单色 Piano Black Color 的铝圈，搭配了 Hankook 2555R19 个轮胎。虽然讲这辆 Harvard Head 6在前面的 Fender 没有和 Harvard Julian 一样的 HEV 名牌，但是它也是采用了 Hybrid 的动力配置。这辆 Harvard Head 6则是采用了 1.5 4缸涡轮增压引擎，搭配了 Hybrid 的动力输出。因此，在涡轮增压引擎还有 Hybrid 动力输出配合之下，它可以达到240 horsepower 的峰值马力，还有530 Nm 的峰值扭力。这辆 Harvard Head 6它的尾灯也是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贯穿式 LED 尾灯。然后可以看到尾盖啊，它是有2根粗的油压顶杆，没有错，这辆 Harvard Head 6它是有 Power Tailgate 的功能。而至于它的尾箱容量，目测其实是蛮宽广的，要放好几个30寸的行李箱是没有问题。打开 Spare Tire 背板啊，没有错，这辆 Harvard Head 6它也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官方也只是给到了补胎剂跟大风机啦。而 interior 部分，这个 Head 6它的 interior 是采用了大量的黑色，然后在车顶部分是采用了灰白色作为混搭。这个内饰我是比较可以接受，因为比较耐脏。然后坐进来啊，可以看到它中间是有冷气出风口的。当然啦，这个 Julian 都有了，它没有就讲不过去啦。然后它的 USB charging 也是 USB 2.0啊，都是什么年代了，还在用 USB 2.0。而至于这辆 Harvard Head 6它的乘坐体验来讲，它的头部空间是蛮充足的，再来它的腿部支撑其实也是蛮到位的，然后它的地台啊，其实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平整的地台，所以如果是说要坐3个成年人的话，这辆 Harvard Head 6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而至于它的椅背倾斜角度就跟Julian一样，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调节，因此啊，它是只有一段式的椅背倾斜角度。除此之外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前面左手边的椅子，它是有 Boss Switch 的功能，这个功能最近很多 SUV 都有加入哦。至于前座仪表台，可以看到这辆 Harvard Head 6它是采用了单一颜色，至于设计也是采用了非常简洁的设计，只不过在中岛位置它有一个很大的指纹收集器啦，没错，那就是 Piano Black 的钢琴黑饰板。在用料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仪表台在上面是采用了大面积的软皮革，在中间也是采用了大面积的软皮革，这一点我是觉得这个 Harvard Head 6做到蛮不错的。再来就是可以看到这样 Harvard Head 6在仪表台上面是有2块悬浮式的荧幕，一块是音响主机啊，另外一个是 meter 咯。这个 Harvard Head 6它也是有抬头显示功能，毕竟啊这个 Harvard Julian 都有这个功能了 ，Harvard Head 6没有这个功能讲不过去嘛，是不是？最后就是这个 Harvard Head 6除了在右手边有 Power Seat 的功能之外，在左手边也是有 Power Seat 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 Harvard Julian 上面没有的啦。好，观众朋友，带你们看完这两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的中国 SUV， 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呢？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啊，
这辆 SUV 其实看起来它蛮多东西，真的是可以跟我们马来西亚一些 SUV 一较高低啦。我个人是蛮期待这辆车推出的时候，到底它的数据、它的价钱为如何，再就是它的试驾会给我怎样的体验。因为我真的是很期待这个1.5 Turbo 搭配这个 Hybrid 引擎的这个 Harbour H6 它的试驾体验，看它的数据感觉上蛮有力一下啦。OK 啦，这个 Harbour H6 跟 Harbour Julian 快速带你们去 review 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当然也希望我亲爱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点个免费的订阅，还有开启你们小铃铛帮助我在今年之内达到1万个订阅数。有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哦。好了，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喽，拜拜。